好，选择第一组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六四塔罗说，我是六四。今天的占卜主题呢是你的未来对象、结婚对象何时会出现哦？这是一个爱情占卜，它也是大众占卜，所以它无法链接到每一个人的状况，所以希望大家听取对自己比较有益的讯息哦。好，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大概会传讯的哪一些部分哦，包括结婚对象的认识的过程、追求的方式，还有对方个性的喜好特征，以及对方内心的想法，还有他会出现的时机，以及你们未来相处的模式。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哦。首先我们第一组的牌卡呢有哪一些哦？塔罗牌。那首先呢有高塔的逆位，还有宝剑皇后逆位，以及宝剑五、圣杯七，还有权杖七逆位，还有战车、权杖侍者、圣杯侍者、宝剑十，还有魔术师的逆位。好，那首先呢，我们来对应一下这边的星座能量哦。有巨蟹，还有火象的牡羊、狮子、射手，以及风象的双子、天秤，还有水瓶。那当然还有双鱼，还有天蝎。好，那这是能量的参考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首先我们想看一下，就是你们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相遇哦。首先它这一定是一个你们相遇的过程呢，是一个很突发的状况。它并不是你预期的行程里面。比如说你突然被拉去参加某项一个活动，然后认识的对方，或者是突然取消了什么样活动，然后就是一个机缘。好，它不是你预期的。但是你们相遇的过程，并不是一见钟情哦。甚至可能对对方的印象还不是太好，或者是完全没有任何印象。那你们是慢慢的才对彼此慢慢有好感。好，对方在过去呢，他是自我防卫比较强，防卫心很强的人哦。那也是比较会想很多的，对，想很多的人哦。然后他的个性也是比较偏向比较不切实际。好，然后比较爱幻想，比较理想化啦，可以这样讲说，应该是比较理想化。比较这个防卫心是很强哦，他防卫心特别的强，自我保护的意识非常的高。这是过去还没有认识你之前。那在认识你之后呢，当然他是经过评估的。好，甚至就是一个转折点，他可能刚开始对你的印象跟之后对你的印象是完全是一个大转弯。所以当他很确定的你是他要的对象，他就非常的积极，而且目标很明确。对，他一定会让你很清楚的知道他在追求你。而且他是不怕困难的。对，
他的外表呢，可能会比实际的年龄要来得小，好，那或者是他本身的年龄就比你小，那也有可能就是他的心智年龄，会比他真实的年龄要来得小。他是一个就是对于追求你的，他是非常的热衷，然后也非常的积极。他也是一个蛮温柔、浪漫的，浪漫的。那想象力也是很丰富的，我刚刚有提到说他蛮爱幻想的，嗯，算是一个蛮喜欢分享，分享的人。对，当然他前面有讲到他过去是比较防卫心强的人，但是他认识你之后，他是非常喜欢跟你分享很多的事情。过去他应该对感情是蛮害怕的也许过去有受过伤，好，还蛮深的，好，那所以他对感情上面其实他是害怕的，因为他曾经历的比较不愉快的过去，对。但是遇到你之后，他慢慢的，对，他也就慢慢接受了你，也慢慢的把过去的这种不好的记忆也慢慢的褪去，慢慢也学会去接受你的一切。但是他还是存在着某些的不自信，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他总是会认为自己可能就是还没准备好，那不够自信，甚至就是会怀疑他自己能不能够就是走到最后，他对感情上还是会有些许的阴影在。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我们的神谕卡有哪一些的补充讯息要给你的在这边对，刚刚还有提到因为你们在塔罗的牌卡里面呢，其实有重复了7的数字，那当然这是一个某些讯息，那这个7呢，可能代表的就是他在接受你之前，他是花了蛮长的时间做了观望、评估，对，然后才慢慢的在对你的一些观感就慢慢的转换，慢慢的喜欢，对，刚开始他也是很怕跨出这一步的，对。好，那再来我们要看的就是神谕卡补充讯息。那这边有一个是来自天堂的问候我在想这边的人呢，观看这部影片的某些人可能失去了对方，对，对，但是大天使艾瑟瑞尔他是要告诉你，就是在天堂呢，你所爱的人他过得很好，他要你放下一些担忧，然后他并能感觉到这些爱跟祝福，那他希望你也过得很好，对，这边有这样的讯息所以在观看视频的你们呢，不是就是某些人会有就是可能对方是离开上到天堂去的好，这是他要给你的讯息。那另外呢，当然这边也有一个分离的牌卡。他这边讲到就是他与伴侣分开的时刻即将到来那我在想，也许
此时有某些人正面临感情的结束。对，那这边里面呢，有蛮多不同的身份的哦，包括有已婚，好，包括已经有对象的，可能都就是不能讲说都啦，就是应该是他有部分的人呢，他在此时他是面临着分离、分开，甚至就是我想的刚刚已经上天堂的。那当然这里面也有单亲，好，因为这边有一个孩子的牌卡，所以这边的观看视频的你们呢，其实角色还蛮多的，当然也有未婚的，当然也有离过婚的哈。所以这里面的，毕竟它是大众占卜，所以它有蛮多的身份角色的。这边看到就是有部分的人是有孩子的，好，那他这边有一个日期，好。月份是1月份，是一个蛮重要关键。也许这个孩子他是1月份生的，或者是你们可能分开，或者是对，签下什么样的一个合约，有可能就是也是在1月份。反正这个1月是对你们来讲是有特别意义的。好，那但是不用担心哦，我们抽到了一个吉星高照哦。他是星月在射手座，那他要告诉你们的就是说，此时你可能正处在一个比较低迷的时期，但是已经要结束了，你即将要重新开始面对新的生活、新的环境、新的角色。对，那现在呢，他应该改变，你应该要改变对某件重要事情的一些看法。可能你此时会有一些觉醒。那当然现在也有某些人正准备着要旅程，想要做一个旅行，这是非常好的。这也是宇宙要给你的一个礼物。那这边他给你的建议就是希望你多微笑，那不要心胸就是狭隘，能够把心胸放开来一点，那好事就会降临。好，另外一个有一个 wish 的牌卡那他说你所希望的某个人他正在进入你的生活，也许你现在也有一个暧昧的对象，这是有可能的。那他已经在慢慢的靠近你了。好，那另外还有一个改变这边他要告诉你的就是你要相信没有任何事是一成不变的。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好，对，你一定要有改变才表示什么？你是有进步的嘛？对，一切都在变，那时候到了，你就需要接受这个改变的事实。那你要相信，唯有改变，你才有机会改变运气，然后才会脱离困境。对，所以这个改变对你来讲其实是好的。对，不要害怕改变。好，另外我们还抽到了一个狐狸、百合跟花束的雷诺曼卡那当然我们都知道狐狸就是可以代表比较，你可能会遇到蛮聪明的。当然当然你要判断了他对你的感情到底是否是真感情，那还是另有目的的。对，这个你可能要稍微留意。好，但是我们也不用担心，因为他有可能就是代表他就是非常的聪明。对，你也不用担心他一定会好像你会害怕他骗你、欺骗之类的当然我们眼睛还是要睁大，然后去判断
但是也不用太过的焦虑哦。那有可能只是代表你的对象他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好，另外就是还有一个百合哦。那百合它其实讲的就是一个很纯真、纯粹，甚至是有点牺牲，然后奉献，甚至代表着智慧、成熟。当然，它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哦，那也就是性的暗示，代表对方，也许在这方面，对，情欲上啦，这方面是还蛮重视的，只能说重视哈。好，那我们再来，还有一个花束。那当然，花束其实就是一个祝福，一个礼物。对，我想，既然宇宙安排这样子的一个人来到你的身边，我相信它是一份礼物，它是一个惊喜。对，那我们再讲一下，就是什么时候会遇到呢？这边的牌呢，我特别抽了2张想说因为是大众占卜所以时间点呢，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哦。但是我特别抽了，除了我们刚刚抽到的1月份你要特别注意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在一个特别的日子。他这边强调是在一个特别的日子，有可能是特别的生日啊，或者是对，或者是什么样某个假期啦，这个日期是有意义的，它是特别的日子，那你们在那个时候出现了，相遇了。那另外一个时间点呢，其实它不是告诉你时间，它只是告诉你说你在浪费时间。什么叫意思？什么意思是你在浪费时间呢？他的意思就是你可能对过去的感情还没有真正的切割，还没有真正的放下，所以他要告诉你，就是不要再浪费时间去等一个不该属于你的人，不是属于你的人。对，他要叫你早点觉醒，早点放下。那放下你才能够怎么样继续前进。对，这个就是第一组的所有讯息哦。那64就在这边把第一组的全部讯息都讲完了。那若是呢喜欢64的解牌，那欢迎大家订阅、按赞、分享并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见咯。好，祝福你们，拜拜。好，选择第2组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64塔罗说，我是64。今天的占卜主题呢是你未来的结婚对象何时会出现。这是一个爱情占卜，也是大众占卜，它无法链接到每个人的状况，所以希望大家听取对自己有益的讯息。那首先我们先会带大家来看一下未来的对象呢，认识的过程、追求的方式，还有个性喜好特征，以及认识前后对方的内心想法。那还有你们未来相处的模式，以及出现的时机。对，我们大概可以分成几个重点。好，那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第2组所抽到的塔罗牌有隐士的逆位、钱币10逆位，还有钱币4逆位，圣杯6，权杖3逆位，还有力量逆位，权杖4逆位，节制，权杖8，宝剑皇后逆位。好，它对应的星座能量呢，有处女、天蝎、狮子、射手、摩羯、白羊、天秤，那还有巨蟹。好，这些星座呢是供大家参考。好，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首先呢，对方有可能年纪是比较长的，可能长5岁以上，这是年龄上的部分。
当然也有可能是心智比较成熟，好，也许他跟你年龄相仿，但是心智上会是一个比较成熟，对，可以给你建议的人。那对方有可能是你过去所认识的，有可能是旧事，甚至是过去的旧情人，甚至初恋的情人，这些就是有过去的能量，所以有可能是这个对象是你过去认识的人。那当然他也是可以说是非常的这可能要讨论到他过去的原生家庭，他会有着有原生家庭的课题。对，那这里面呢，他有这个家庭的问题，那有可能是在金钱上，或者是他家里面带来的一些压力，对，他有这有关家庭问题的事件，带给他蛮大的压力，或者是一些原生家庭所带来的一些课题，可能造成他内心的阴影。对，那当然也有可能是跟家庭里面的经济上面也是，也许他要承担比较重的经济责任。对，他是一个还蛮追求财富、名望、权力的。对，那他会有些许的固执，那对金钱呢蛮看重的，对，蛮重视的。对，那还有就是他也比较会看眼前的利益去评断，对，这件事情要会依据这个眼前的利益，对，来评断这件事情做不做与否。那还有就是说他比较容易操之过急，对，很多事情他很想要看到立即的成果，所以他有时候会比较形式上面过于操之过急，然后有些草率行事，会有这样的情形。那当然还有可能的，你们之间他也许有可能是在外地，对，是有一点远距离的情形。那认识过后呢，你们的其实他追求你是你是不是那么容易追的？对，他也是费尽了很大的力气，然后才追到你的。但是你们在步入结婚的这一段，是还没有这么样的顺利，对，也是有遇到一些也许家人啊、朋友啦，或者是本身事件就会有一些阻碍，没有这么样的顺畅，才步入礼堂。但是他是一个顾家爱家的人，对，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这边可以感受到，其实家庭对他来讲有承担蛮多的、过多的责任，有可能是他的原生家庭，有可能是对未来的家庭，他会有
就是承担蛮重的责任在身上。其实他蛮注重这种平衡的关系，对，在沟通上其实都是很 OK 的，对，他也是很重视人际的，人际关系这部分。但是在认识你之前，他其实是一个朋友不多，甚至会有点孤僻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对。但是你们遇见之后，其实你们的沟通是非常顺畅的，那彼此很多的理念都是很相通的，对。那他喜欢旅行，你们的遇见呢，其实他一开始就蛮一见钟情的，对，只是他很积极、很努力的去追求，但是对你没有那么好追，嘿，对，所以他费了一些精力，对，心力，然后来才得到这样的感情哦。可是这边有的就是他在言谈当中他有时候会有一些些的严厉批判，对，那有时候他可能会面无表情，那可能会感觉是不是蛮严厉，然后蛮冷酷的，对，外表上是会有这样子给人这样子的错觉，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其他的神谕卡有没有什么样的补充讯息哦？那当然，这个塔罗里面呢，其实有出现了4，重复出现了4这样的一个数字哦。那当然，它代表的就是比较稳定，对，稳定的这样的一个能量。但是你们里面呢，其实在之前沟通上面是比较少的哦。他个人那但是在遇到你后呢，其实在沟通各方面其实就表现得不错，就越来越有人际关系上面的和谐，然后顺畅，沟通上面就是比较，只是有时候他不说话可能会感受到比较冷酷一点，会有这样的感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补充那个神谕卡的补充讯息有哪一些？我们抽到了有一个温柔，他说大天使圣德芬，他说在此时要非常温柔的对待自己，让自己被温柔的人、情况与环境围绕。对，也许你是一个温柔的人，但也有可能你的对象就是对你特别的温柔。那当然这是一个能量的吸引力法则哦。那你可以开始去聆听一些比较温和温柔的音乐，甚至可以参加一些瑜伽、韵律这样的课程。然后若是你会遇到一些要做决定的时候呢，其实不要急于马上做出决定，可以暂缓下来。当你可以温柔而平静的时候呢，你就会确切的知道你该如何做。对，所以不要急于要马上做决定。好，那另外有一个展现风情哦，他说将你欢欣快乐的能量散播给其他人哦。现在的你举足投足都展现着魅力，对，那你可以多一些眼神的交流，面带微笑啊，多看到人问好啦，这些都会有助于你脱单，甚至暧昧，对，调情、
玩乐等等哦，都可以散发着非常非常大的魅力。那当然，你可以借由新的友谊，认识新的朋友里面，也有机会，也有机会。好，那在这边有一个离婚的人哦，那我在想，对，这视频里面，在看视频的你们呢，那有部分的人应该是也结束了婚姻的关系。好，那对他这边有这样的一个讯息，那他也给了一个时间点，在秋季。也许是去年的秋季，也许是此时，的秋季，今年的秋季都有可能。对，它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好，那我们再看到，这边有一个满月在巨蟹座，他这边提到的是私人问题得到解决。对，那这边要告诉你的就是他这一切很快都会变好的，但是要注意的话，就是你此时你的情绪会比较激昂高昂，会比较容易爆发。对，情绪上面会处于那种比较高亢的。对，那或者是有一些不满，那容易会有情绪起伏不定的情形。此时那个敏锐的观察，其实去观察别人很重要的。他会提醒，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其实你遇到的身旁的人事物，你可以多利用你的敏锐观察，可以得到一些讯息。那这个也是一个女性化的时期。那他这边也提到，也是会要处理一些家庭的问题。在这整个牌组里面，其实呈现蛮多的家庭议题。对，我想，这个家庭对你对对方可能都是一个蛮重要的，对，重要的议题，所以他才会一直不断的出现哦。但是他还是要强调，就是说，困难已经接近尾声了，即将要结束了，要结束了哈。那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命运，说与双生火焰的重逢是一场命中注定的事情。对，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我相信宇宙这样子的安排呢，其实是有它的道理的。对，好，那再来就是还有一个源头哦。这源头的意思其实要你回归到原始，你最初初心。对，那是什么地方都不要去想。对，你就让它找到你这个源头，你的初心，将这一股强大的力量呢，然后去散发出光和热，光和爱。对，然后它自然会带领你去你潜在的地方。好，回到初心，回到你的初心，回到源头，回到原始开始的意念。好，那另外这边还有一个爱心。好，那爱心当然就是代表了爱情，爱情的到来，幸福时刻的到来，当然也代表你的恋爱，这些。那你的对象有可能，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有可能是你过去的旧情人、初恋的，或者以前可能国小的同学等等之类的就是这个不是一个新的。还有另外一个讯息，它也有可能是你的上司长辈。我有提到他是比较年长的，他有机会是比较有可能是你的上司，你的主管，他是有领导力的。对，你的对方他是一个蛮有能力的，有地位的。
那另外呢，这边有抽到一个山哈，这个山其实还是代表着他还是会遇到一些考验、障碍、瓶颈。对，这中间当然一定会遇到，但是就是不用担心，好，你是可以克服万难的，你是可以达标的，好，所以不要因为一点点的挫折、失败而不敢前进，好，或放弃不要退缩。对，那另外有2个时间点我们特别抽了2个时间点那你可以特别的注意一下。那除了刚刚的秋季，秋季这个时间点，你有可能是在这样秋季的时间点会遇见。那还有一个时间点是2月，对，有可能是今年2月、明年2月。那还有就是有可能是在节庆的季节，对，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可能是特别的节日，特别的节日，一个活动，可能参加什么样谁的生日 party 或者什么样的节庆聚餐等等，可能就是对跟国小同学聚餐跟老朋友聚餐等等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把过去你们2个人拉近彼此。好，那这边再提一点因为他这边他有提到这边就是最近也是一个搬家的好时机，搬家的一个好时机，然后他刚刚有提到私人的问题，家人的私人问题，他很快会出现一些转捩点。若是你现在正处的一些家庭家人的问题，其实不用担心，它是会有转机的。还有一个就是他会希望你用间接的方式去达成你要的目的，不要太直接，对，也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很多事情可以温柔的对待任何的事物。那当然还有一个啦他也是特别强调，就是可能就不要太黏人，会比较喜欢就是对，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最近的情绪可能会比较高昂，对，很容易就会把不悦的表情然后表现出来，所以千万要记得不要摆臭脸，对，这是他的提醒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希望你最近呢能够花点时间陪伴家人。好，那这就是我们第2组的全部讯息若是你喜欢64的解牌，就欢迎大家订阅、按赞、分享并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见咯，拜拜。好，选择第3组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64塔罗说，我是64。今天的占卜主题呢是你未来的结婚对象何时会出现。这是一个爱情占卜，也是大众占卜，它无法链接到每个人的状况，所以呢，希望大家听取对自己有益的讯息。今天我们会比较针对在你未来的结婚对象，在认识的过程、追求的方式，还有个性、喜好以及特征，还有他内心的想法。那你们未来相处的模式，还有它出现的时机，然后做我们的一个特别的传讯好，那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这边有哪一些塔罗牌好，我们这边塔罗牌里面呢有世界的逆位，还有宝剑2逆位，圣杯3，宝剑7，权杖骑士，圣杯4逆位，还有圣杯国王逆位，宝剑2，宝剑9，跟权杖3的逆位。好，那星座的对应能量呢有天秤、巨蟹，还有水瓶、射手、天蝎、双子跟白羊座。好，这是我们的星座能量参考好，那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未来的结婚对象呢，应该是一个爱好旅游、爱好自由，
的人。好，他也是属于就是你们之间是属于远距离的，好，这样子一个相处的模式。那你们会在什么样的地点认识呢？你们通常会在比如说一个活动的场所、私人的邀约或聚会聚餐，等等这样的一个机会遇到的。那对方的个性呢是有些许的小聪明，然后但是真心的朋友并不多。但是可能要比较注意的就是可能会某一些他对你会隐瞒，或者是对没有说出一些事实，对，他可能会有一些欺瞒的情形存在。对，这个部分你可能要多做一些确认，好，多做确认。对，那对方是非常聪明，很多的小聪明。对，那你们遇见当下其实是彼此是留下很好的印象的。对，但是那有部分的人当时的状况是有伴侣的，已经有对象的，甚至是已婚的。好，因为在这边有看到就是三角的关系哦。那对方当时也没有考虑清楚，那没有考虑到后果，然后就可能刚开始也没有想这么多，但是感情就这样子很自然的发展下去。那再加上他的个性上，对，他喜欢，他会热烈的追求，然后表现很慷慨大方，那又很主动积极的去追求。对，所以这就很容易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问题。对，那通常事后对方也都会很纠结，对，因为有点没有拿捏好，产生在感情上面的一些麻烦，所以他心态是很纠结的，然后也很为难，犹豫不决，但他又没办法下决定，不够果断。对，他的个性其实是蛮容易得到对方的共鸣的。他温柔浪漫善解人意，那又表达上面又非常的风趣，然后可以抓住就是现在比较就会循着你的话题这样子很能聊，可以讲说很能聊。所以他对你开始慢慢的有产生兴趣之后，他就开始展开了热烈的追求了。因为他多情，感情比较容易失控，不懂得拿捏分寸，那容易让人误解，然后再加上比较没有一些原则，所以又是一个敏感容易动情的人。他蛮像 A 型的，A 型的人格所以对感情也一直会有一些不确定。那因为他这样子的感情态度，会容易有第三者的介入。因为他
他被他自己的行为给困住了，所以这中间你们应该有一段时间是断联的，对，因为他不知该怎么去处理面对，他躲起来了，那他对这感情是深感自责、后悔的，然后也很内疚，因为他总觉得自己没有把感情处理好。好，那我们再来看，神谕卡有哪一些补充的讯息要给你的哦。好，那我们首先看到的水晶般清楚的意志，这是大天使麦克他要清楚的知道你想要的，他要你以坚定不移的信念专注其中，好，然后勇于承认，去面对你真正想要的，不必去担忧愿望是否会实现，只要遵循你内心的指引去走。对，这是牌卡要给的讯息。那另外呢，这边有一个守口如瓶、秘而不宣的关系哦。那时间点是在7月，那你们的之间的关系应该是隐藏了一段时间哦，对，并没有很公开。好，那当然这个我想应该对，因为这是一个大众占卜啦，好，若是你刚好有对应到的话，你应该很清楚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关系。那但是不用担心因为他这边有告诉你7月过后其实就会有改变了，那而且是往好的方向改变，那会有开花结果会让你心满意足的答案出现。好，那另外当然还有一个觉知的牌哦，他要告诉你，就是你一直在黑暗中摸索的那种感觉，现在要消失了，正在消失中。所以当你打开了觉知之门，你就会豁然开朗，一切就会明白了。所以此时你有新的领悟，对，你开窍了。好，再来，这边有建议，就是保持开放。对，他说你的灵魂伴侣呢，可能和你通常喜欢的类型、期待的类型会有所不同。这边建议是，你可以多给身边一些机会，多些选择，给自己一些机会，多去看。那往往以前喜欢的类型，可是对，也许相处起来，仍然是同样的问题存在。那不同的类型，不同的性格，那可能会有一些新的火花产生，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期待，会让你更多的新鲜感。好，对，刚刚的那个7月的部分再次强调它有可能是7月的时候，对，那就会有一些答案出来，那或者是7月过后，好，反正7月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但是过后你就会有你想要的答案。好，那保持开放就是针对你现在没有对象的，对，那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多给自己一些机会，多些选择。然后他这边还告诉你，就是新的浪漫周期要开始了，即将要开始了。什么样的浪漫周期呢？他说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可能要相互的忍让，然后彼此的妥协。那你跟某人可能重新开始以前的关系，可能中间也有可能就是有断联的，对，但是现在好7月过后，或者是你即将就是你会跟这某个人再展开重新的关系，新的关系，所以现在你所做的任何事情，其实可以
开始两个人一起做了。那他是会愿意跟你把事情谈清楚的，好，然后跟某人的关系联络，那你要让他知道你是在乎他的，然后此时呢，可以多用一些感觉，对，直觉，好，你的一些直觉告诉你，那尽量少用一些思考，对，就是你不要想太多，不用想太多，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你就去做。那当然，有一些人可能有机会结婚订婚，好，这样的事情。那若是有人最近在法律司法这个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正在处理的，那也可以告诉你你将会得到对你有利的消息，有利的讯息。只要是跟合伙谈判啊，还有一些正义有关的这样的事情，都有重新开始的可能。所以目前都在平衡关系当中。那还有一个就是要稍微提醒一点大概要注意一下外表。对，这个是牌卡里面所附注的好，再来这边还有个惊喜牌所以再次的强调，浪漫的惊喜即将来到了对他们保持开放的态度。对，就像我刚刚讲的，只要你是单身，其实你可以多给不同对象、不同类型的人一些机会不要太快就拒绝。好，那再来这边的月亮，好，这边有一个月亮，那当然就是你此时的直觉跟预感等等会特别特别的灵验。所以你最近有什么样的想法啦，或者是想要实现的愿望啦，其实在此时都蛮容易成真的那还有就是你即将可以走出来，然后去面对一些人，好，然后此时呢，当然也是会有发光发热的机会，然后也可以得到大众的一些支持。好，那还有一个十字架那这个十字架代表其实都是命中注定的，这都是命运的安排，他要你接受事实，对，然后呢能够顺应命运，去接受命运这样的安排，然后你为了某人所做的牺牲，或者是给自己一些所背负的沉重的压力，对，即将远离了。那还有一个骑士牌它是捎来好消息，对，喜讯。那这个喜讯当然就像我刚刚说的，有可能有结婚啊、订婚啊，这样的一个好运在。那或者就是你想比如说司法法律啊，可能给你一些好的讯息、好的消息。那甚至就是你一直想要得到的答案也会在此时到来所以它是一个好的讯息、好的消息。那包括感情爱情也有可能是好的消息好，那时间点呢，它这边是第一个，它告诉你停止等待了，你不需要再等待了，不需若是还是要让你等消息的，其实不用，因为应该已经等到你要的结果了然后再第二个就是今年的时间点，今年就在今年会有结果，你要的结果。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7月，对，这一切在七月过后就会很明朗，很多事情都会有拨云见日的感觉然后你要的你可以看清更多的事实
好，那这就是我们第3组的所有讯息哦。若是你喜欢64的解牌呢，那就欢迎你订阅、按赞、分享，并且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见咯，拜拜。